破坏蛋白质吗？热水泡牛奶还有营养吗？蛋白粉冲热水就会失效了吗？你有没有听过这一些说法？以前在实验室的时候，我们也是有做过，牛奶加热到60度以上，看看蛋白质的变性现象。所以加热到60度，蛋白质就要被破坏了吗？但是问题来了，如果这些都是真的话，那我们平时吃的水煮蛋、煎鸡蛋、火锅肉、热牛奶等等，是不是都没有营养了呢？难道蛋白质都没有了吗？我以前就觉得，蛋白质被破坏啦，所以我们就吸收不到营养了啊。结果我其实对了一半，也错了一半。今天就来看看这个大家有可能会好奇的迷思吧，也有可能只是我想分享啦。嗨，大家好，我是食品科学营养毕业，目前对营养和健康还很有热忱的素怡。在这个频道，我会分享一些营养、食物、健康和偶尔的 vlog。如果大家有什么有趣的主题，也请留言让我知道哦。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吧。要理解加热对蛋白质的影响，我们先快速复习一下蛋白质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回之前的影片来有一些认识。基本上，蛋白质是由氨基酸串起来的长链。你可以想象一串珠子，每一颗珠子就是一个氨基酸的分子。这串珠子呢，它会扭曲折叠形成一个特定的立体形状，而这个立体形状就是蛋白质在身体里可以发挥功能的关键。那现在我们说加热会破坏蛋白质，大家想象的是什么？是那串珠子断掉了吗？不是哦。加热它会做的事情就是让这个立体的形状改变了，让那一串珠子打开伸直。在科学上，这个过程叫做蛋白质变性。重点来了，变性了之后，氨基酸它还在那里，蛋白质含量没有改变，它少掉的只是它原本的这个立体的形状，而不是它的营养价值哦。拿一个最经典的例子，鸡蛋。生鸡蛋是透明的嘛？加热之后它就会变成白色，变成了固体状，而这个就是蛋白质变性了。牛奶也是一样，你加热之后它的表面就有一层奶皮这样子的，那其实就是蛋白质结构改变的结果，所以它只是形状改变了，而不是营养流失咯。事实上，变性之后的蛋白质，它的链状结构更加开放了嘛，我们身体里面的消化酶素反而更容易进去把它吸收、分解和吸收，效率会更好。拿刚才我所说的鸡蛋做例子，最新2026年的研究显示，熟鸡蛋和半熟鸡蛋的吸收率大概是76%到80%，而生鸡蛋只有70%而已。整体你还是可以看到生鸡蛋的吸收率是稍微比较低的。那为什么会差这么多呢？就是因为生鸡蛋里面有一个物质叫做抗酶蛋白，它会抑制我们的消化酶素的运作。加热之后呢，这个物质就被破坏掉了，所以我们的消化酵素反而就可以顺利的把蛋白质拆解和吸收。所以你看哦，加热破坏蛋白质这个说法刚好就反过来了。好，现在另外一个经典例子来说一说牛奶。很多人说热水泡牛奶奶粉，蛋白质都没有掉了嘛？那这个说法哪里错了呢？牛奶的蛋白质主要是酪蛋白和乳清蛋白，它加热之后呢，这两个蛋白质确实都会变性，结构改变了，但是含量一样，完全是没有变少的。而且你知道吗？之前我提过的巴斯德杀菌法 pasteurization 就是高温加热牛奶来杀菌的。每一天全世界有几十亿的人都用这种已经加热过的牛奶，因为要杀菌了嘛。那如果加热真的让蛋白质消失掉了，那牛奶里面的蛋白质含量标示就都不对了。当然牛奶里面也是有一些对热比较敏感的成分，比如说乳糖酶，
所以如果你是乳糖不耐症的话，这个可能就对你会有一些影响，以及一些维生素 B 群在这些超高热下面是会少量的流失掉，但是蛋白质本身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热水冲牛奶奶粉、泡燕麦加牛奶、煮牛奶燕麦粥这些都没问题吗？蛋白质其实都在，但是其他的请往下看。那回到这个问题，高温到底会不会让蛋白质流失？短的答案几乎不会，刚才已经提到了嘛。因为蛋白质不像维生素 C 那样容易被破坏，它是相对稳定的一个营养素。真正会影响的只有2件事情。第一，它可能会流失到水里面，比如说你煮汤，把肉的蛋白质释放到汤里面了。但是如果你有喝汤，其实也是吃回来了。第二，就是当你过度加热，它其实还是会影响的，是会影响我们的消化率。像是它烧焦啦、过度的油炸啊，或者是长时间烹煮，它可能会让部分的蛋白质比较难被我们的身体吸收。我们吃进去的营养并不是100%被我们吸收的嘛，这个就是消化率，看它可以吸收营养、吸收和消化多少百分比。但是如果是一般的煮、蒸、煎，影响不会太大。所以如果你今天看的只是蛋白质这一块，正常烹调的话几乎是没有蛋白质流失的哦。但我相信也有人担心说，蛋白粉里面有添加了酵素和益生菌，婴儿奶粉里面也有增加维生素和其他的营养，这些对热都比较敏感诶。这个担心是有道理的。所以如果你的蛋白粉或者是这些营养饮品里面有特别强调增加了消化酶素啊、益生菌还有一些维生素，那温度的确要比较注意哦。但如果只是普通的乳清蛋白粉、植物蛋白粉，用热水泡是没问题的。也有很多人用蛋白粉来做烘焙啊，像是蛋白粉 muffin、蛋白粉煎饼，这些都需要加热或者是进烤箱的，温度也很高，蛋白质一样变性了，但是你还是一样吃到一样多的蛋白质，当然吸收率可能就会有一点点偏低啦。那问题来了，既然蛋白质很稳定，那加热真的没有影响吗？其实还是有的哦，但影响的是刚刚所提到的其他营养，或是比较怕热的就是维生素。例如以前分享过的维生素 C， 大部分来自于蔬菜水果，部分的维生素 B 群等等，这些都是比较怕热的。高温烹调下消失率会很高，不过你吃的蛋白质食物，像是鸡蛋、牛奶、肉类，本来就不是为了摄取维生素 C 的主要来源啊，所以对你整体摄取的影响不大。真正要在意维生素 C 的是你的蔬菜水果们，而 B 群里面的 B1 硫胺素和 B9 叶酸也是对热敏感，长时间的高温还是会有一定的流失的哦。但是适当的烹调时间，它的流失量也不会太多。还有一个刚才提到的益生菌的话，就真的要注意了。你买的优格或是泡菜类的，如果它里面有强调里面有活性菌，加热了之后这些益生菌其实都会死掉了，所以优格最好是冷吃，不要去加热哦。最后一个是 Omega-3 脂肪酸，深海鱼油啊、亚麻籽啊这些食物里面的 Omega-3， 在高温烹调时候的确是会氧化降解的，所以深海鱼如果你是蒸的，会比炸的更加可以保留到 Omega-3 哦。但同时也有部分的营养反而因为加热变得更好吸收，像是番茄加热了，它的茄红素更容易让我们吸收，胡萝卜加热了，贝塔胡萝卜素也更好的被我们利用。所以不是加热就一定等于变差哦，而是有些营养可能变少了，有些变多，有些变得好吸收，有些吸收率减少。所以我一开始说，我说了一半对一半错，就是因为那些营养流失的主要不是蛋白质流失或者是坏掉，我们不应该只盯着一个营养素。对于成人的营养，我们选择蛋白质的食物是主要通常是为了蛋白质，所以大部分的营养就是蛋白质，不会因为加热就流失掉。
那如果是你是喝营养饮品，有益生菌的蛋白粉、婴儿奶粉等等，这一些不只是看蛋白质的，就有可能会因为高温而减少一些营养素。但是真正影响我们健康的是整体营养的比例、烹调的方式，还有食物的形态哦。总结来说，蛋白质加热会变性，但不会消失，含量不变。加热通常让蛋白质更好吸收，不是偏差，但是太长时间的烹调会影响吸收率。真正怕热的营养素是维生素 B 群、C、益生菌和 Omega-3。所以当有人跟你说热水泡牛奶蛋白质都没有咯，你就可以告诉他真正的答案啦。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记得点赞分享，这样 YouTube 才会帮我把影片推广给更多的人哦。谢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大家还听过什么样的饮食迷思呢？留言告诉我哦。我是素怡，我们下期再见，拜拜。你订阅了吗？还没有的话，按这里，谢谢。